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的哪一个优点最吸引你？算个路人粉，看过琉璃，很喜欢司凤，这里面为什么这么多黑子来跳脚？这么放不下诚意？都1年了还在提那个什么云歌会？以下是我一个延迟追剧人的真实感官，以及我如何逆反完全站在司凤一边的。去年琉璃大火的时候没有看，因为去年先看了枕上书，没看琉璃的原因是因为男女主的配音太出戏了，老给我一种在看东华和凤九说话的感觉。但是我这么个连剧都没看过的人，我都刷到了那个云歌会，可见这个事儿闹得很大。但是当时真的不关心这个，所以我只知道这部剧最后 CP 拆得挺难看。但是说实话，放眼望去近几年的 CP 每对最后都撕得很难看，无非是大部分都是粉丝暗地里吵得凶，琉璃摆到明面上了而已，也并没有觉得拆 CP 有啥特别不好的。今年原本也完全没有想重看琉璃的欲望，真的是非常偶然。今年上半年我迷上了刘宇宁的直播，好巧不巧，有一次刘宇宁直播的时候唱了一次《长安》这首歌，当时被这首歌就吸引了，真的很好听，我到现在也觉得很好听。然后刘宇宁说也希望大家去支持一下程毅老师的新剧，给程毅做了个小宣传。恰逢暑期剧荒，于是我就去看了《长安诺》，好吗？这一看我就完全 get 到了他。说真的，最开始我觉得程毅是长得还不错，但是并没有帅到让我看一眼瞬间就去看他的剧那种。这里不含任何贬义或不尊敬的意思，因为我长这么大可能也就陈晓的古装是一眼可以抓我眼球的。但是他在剧里的角色真的是太惊艳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就是很抓人心。又纯又欲，他的表演瞬间可以让你对他整个人都很上头，很少有男演员会给我这种感觉，就很奇怪，哈哈哈。可能是欲，因为当时宇军歌才刚开播没多久，更新也比较慢，所以我暂时先放了一放，直接去看了那部一直被我搁置的琉璃，所以我的追剧路就很神奇，哈哈哈。这一看就觉得妈呀，司凤真的是太帅了！他在里面的演技真的是可圈可点，不只是哭戏。我发现很多程毅的粉丝会比较安利哭戏，安利他的美强惨，但其实我觉得他其他也演得很灵动，比如司凤出道少阳的少年感，司凤出动心的娇羞和无措等等。全剧最抓我心的是2个镜头，一，在山洞摘下情人皱面具时候的眼神。真的是瞬息万变啊！从震惊到充满惊喜，难以置信，确信后的那种难以抑制的欣喜，发现咒语没有解之后又从欣喜瞬间消失，开始怀疑，不可置信等等，那段真的可以刷很多遍。第二场戏是自认魔煞星之前，看到魔芋花开，那段戏没有一句台词，他抬头看着玄机，从怀疑到思考，然后联想会意，然后逐渐确定，不可置信，全在眼神里。在我心里，这2段演技也可以封神了。所以，我看完琉璃，对他真的是有非常大的改观。他给你的感觉就是他不是在演司凤，他就是司凤，他在经历司凤的一切。你看着他痛，你也会痛；看他伤心，你也会伤心。这可能就是共情吧。分析的不专业。仅仅是我自己看剧时震撼到我的地方。然后提回云歌会，看完他的剧，我一个常年住微博的也会去搜他的其他消息、综艺之类的，反正第一个跟他挂钩的就是云歌会了。说真的，我那时候都忘了云歌会的主角是他了，因为之前只是知道这么个事，其他的了解并不多。看了具体过程，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拆个 CP 而已，对这个歌会这么大反应的人是以前没玩过微博吗？
因为我见过大部分比较出名的 CP， 基本后期粉丝都撕得特别难看，不用质疑我见多了，谢谢。所以这个事儿在我看来无非是弄到明面上了，稍微明显了点。然后就出现了后面一系列让我瞳孔震惊的事情。这也是唯一一次我啥也没说，头一次在微博上被人按头说我搞性别对立。截图可以看到，我在评论了我的观点，我认为不炒 CP 完全正常，没必要骂人。当时我真的是刚看剧1、2天的时候，完全是路人，或者最多路好吧，我那会连剧都没看几集。就这么一个讨论，我被按头丑女、厌女。丑女厌女这种帽子，粉圈待这么久还是头一回碰到。我也磕过 CP， 也见过两家撕得不可开交，但是从没有见过在性别方面来给人按头打女权的。看到这个评论，我是真的瞳孔震惊，因为我至始至终只是针对炒不炒 CP 这个问题，莫名其妙给我这么一个大帽子，吓我一跳。我在想，很久没混粉圈，现在粉圈吵架已经到了从女权性别对立方面吵架了吗？所以可能真的是因为我看本身作为一个女性，女权在我看来是真的为了维护女性的利益的。我搞不明白为什么追星这个事儿还能跟女权扯上关系，那怎么只要粉男明星就是厌女呗？完全被女主粉丝震惊。再了解下来发现，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被这么按头过，我就更大无语了。用女权来骂人，好像是袁女士粉圈的公认手段吗？说到底，内娱流量花粉丝有很多很多，但用女权的目前为止我见过的仅此一家。有感而发现自己啰里吧嗦又写了一堆，可能从那之后就对诚意关注多了起来。总的来说就是演技入坑，然后被对家粉丝弄得逆反心理去了解了很多，觉得他确实认真努力，老干部性格。我到现在也不认为自己算是诚意的粉丝，以前混过内娱，要打榜要做数据，我也没有那个心力为他做这么多，所以也没必要按头说我是 IE， 就是很普通的路人粉加剧粉，有他的剧我也一定会支持。上面话题比较沉重，突然还想继续夸夸他的颜，真的很欲啊，是少有的让我觉得帅并且美的男演员，帅并且美，但是又完全不娘，不知道粉丝们能不能 get 到我的点，哈哈哈哈。举个例子，其他的男演员帅，我也会花痴啊某某好帅，但是诚意会让我对他有别世俗的想法，嘿嘿嘿，特别是与军歌里齐燕那个哭的时候，就很想欺负他。后来我发现 B 站对诚意外貌的形容和我一模一样，只能说女人果然还是最了解女人。最后期待诚意的沉香如屑啦。看了路透发现这男人越长越好看了，本来以为司凤是颜值巅峰，现在看来这男人美貌没有上限啊！网上随便存下来的一张图，真的有种神仙在凡间的感觉。最后的最后，中间涉及楼一些粉圈的内容，我本人不太乐于参与这些互撕，但是因为算是发生在我身上让我很震惊的事情，逛 ZH 这么久，发现这里面黑子太多，头一次想为他写点什么，七七八八就写了一大堆，感谢看完。加更一个他的演技，是在去年快本上的那几场随性的表演，瞬间入戏，甚至瞬间眼眶含泪，在那种环境下也可以马上酝酿好情绪。论演员的信念感有多强，他和 ZLS 的那一个片段，短短不过1、2分钟，我都能 get 到俩人的 CP 感，也是很绝啊！我觉得他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他应得的，好演员不该被埋没。我想这个回答中，很多人会说演技、人品、性格、唱歌各种优点吧。当然，这是他作为演员必备的品质，也应该是时时刻刻对自己的要求。我个人认为他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的坚持吧。他在这个圈子一直坚持拍戏，配角、主角都无所谓，
都能认真的去对待。想想我自己在考编路上考了1年，我没考上，我就有了放弃的念想。偶然间看见了他的剧，对他去做了一定的了解，发现他已经在这个圈子10年了，从小配角一步步的走过来，到现在成为主角，是他的坚持、努力最终获得成功。就觉得这样的特质真好，对他佩服。逐渐也觉得我也应该继续坚持，来年再坚持去考编，争取能够上岸。多给自己一些机会，不要轻易放弃，积累好一次次失败的经验，为日后做好积累、沉淀、上岸。最后用偶然间刷到的一个视频中，他说的一句印象很深刻的话来勉励一下自己：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。嘻嘻。在演戏的道路上，他经历了很多，可起起伏伏10年，他仍然保持着初心不改，努力钻研演技，对于自己的事业无限热爱着。娱乐圈的风风雨雨好像跟他没有关系，他就安安静静地待在横店，手里捧着他的剧本，沉浸于他的创作中。对于演戏，他有一种工匠精神，所以他才把他的角色塑造得那么好。他的每一部作品都那么让人印象深刻，从怒海潜沙的张起灵、张不逊、长安诺的萧承旭、琉璃与司凤，再到与君歌的齐燕，他为角色塑造了不同的灵魂。我们为之哭，为之笑。在我眼里，程毅不仅仅是演员，他让那些角色走出来，来到我们身边，让我恍惚间觉得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一些人，为了自己的信念，努力地生活着。感谢程毅老师，把那么好的人物带到我们身边。我永远期待于程毅的任何作品，期待他下一个精彩表现。